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企业是集体的看衰川普了嘛？因为现在有1000家企业，包括里面有许多是大型的这些企业，他们也集体的反叛了。亚马逊包括在内也卡位，逼迫自己的供应商要来降价，因为现在在金融市场也在下注了，说川普的关税战必定会在法院的认证之下败诉。那美国才是关税的输家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最高法院在14日这一天终于是出手了，一次是发布了3项的裁决，但是大家最关注就是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到底合不合法。至今美国最高法院是没有任何的裁决的，而且他们法院还不给任何的理由说为什么没有做裁决，也不给时程跟下一次裁判的时间也都没给。外界质疑是最高法院你是不是故意一直拖下去啊？好，大家在猜是不是最高法院刻意这样做的同时呢，美国的企业自己先爆炸了。这个是1000家的美企直接对于川普的关税战提告之外，还要求说我们缴出的这些关税的费用，你应该要还给我们。带头抗议的企业赶快一起来看，列出来了。包括了零售巨头 Costco， 还有轮胎制造商 Goodyear、运动品牌 Puma 跟 Reebok 等等，相机制造商 GoPro 全部都已经起来提告了。关税战迟早会被判违法吗？委员怎么看？川普的关税合法或者违法，对于企业界差距很大。首先，如果是合法，那一切就保持原状；但是如果是非法的话，理论上，我讲理论上啊。关税要退给人家，退给谁？不是退给出口商，退给美国的进口商。那美国进口商要大体上可以分2类，一个是卖场直接进口的，比如说 Costco 啊，自己直接进口的，那这个很单纯，就退给 Costco， 退给 Amazon。那最麻烦的是中间商，那退给中间商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形产生，中间商收走啦，那以前的卖东西也卖啦，可是还有存货啦。存货的部分要不要拿出来重新结一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未来要不要把已经收的钱用折扣还来给我？因为法律上这个中间商没有办法把钱退给这个下游的零售商，因为要开发票、税金，这搞得很复杂，大概也没有人会玩这个游戏，所以这个整体来讲会使得美国在退税的过程里面，直接进口商直接受贿。然后间接进口商，他觉得他受害，他希望获得补偿，会产生很多争论，因为每一家的供货合约都不一样。我跟赖教授签了，我跟厉将军签的合约，那有些人就会想说，那我是最后的那一只老鼠，我在想法律条文有什么，我就拿来告他，哇，天下大乱。所以美国会乱成一锅粥。那这里面商业的好处是说，不会有太不理性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恶意天作五啊，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但是至少大概乱个半年跑不掉了。那现在 Apple 总就开始讲说，这个，你先降价给我啦。中间的这个进口商说，我不确定是非法的啊，我到底什么时候退给你？是不是等到法院？可是 Apple 总是觉得这个川普输了，所以应该怎么啊。很抱歉，这个美国企业界自己，可是对消费者没影响。消费者一定是判定非法之后，然后由 Amazon 再开始降价，然后有成本从进口商第1阶、第2阶，进口商通常有3阶，第3阶的进口商这个部分呢，那个才开始降价。不过川普的关税即使是合法，问题也不小。为什么叫合法问题也不小呢？最怕这个最高法院来一招合法，但是附带条件，哇，那个就麻烦了。对，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竟然干这种事会附带一些条件。是，那你永远不知道它附带什么条件。比如说致死无效，还是至此无效？还是从哪一天开始无效？这个无法去确定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一开始就无效，那反而好解决，就怕它附带条件。最后就法律诉讼、商业谈判啊，或者那个是美国律师又赚钱了。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即使这些美国的大企业和一起集体的告这个川普的关税战，但毕竟都还在诉讼等等的阶段。那此刻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其实他们开始卖一样东西了，那就是把未来可能拿到的关税的退款权拿去卖。
卖给谁呢？卖给这些对冲基金。为什么？就是他们可以先在这个有结果之前，先拿到一些现金来做止血。那同时，对冲基金又为什么要买呢？因为他们就赌啊，川普一定是违法的，这个最高法院一定会打脸川普。那另外呢 ，Fed 的合皮书也最新揭露，关税的成本一直累积之下，原本硬撑不敢涨价的企业，现在也决定放弃抵抗了，干脆啊，就让这些成本直接转嫁丢给消费者吧。所以现在关税战的冲击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吗？连企业都撑不下去了吗？看起来美国人会不会为此买单？厉将军怎么看？有一句话说得好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这个关税最后一定还是这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要有一个裁决。但是如果说你继续拖下去，我觉得对美国政府或者对企业界来讲的话，那种等待的心态哈是更加的焦虑。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讲说，靴子落地之前哦，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时间。之后大家就在赌哈。那为什么对冲基金哈愿意去买这个股权？我觉得，因为在去年11月5号的时候，美国大法院他们开这个辩论会的时候，那时候不管是保守派啊，或者是自由派的大法官，对于川普这个关税的所引用的相关的法律，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哈，这是第一个，因为他那时候所引用的法条是这个所谓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哈。那这个已经，如果说是国际，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面临到国际紧急的一个经济状态？那当然大法官有大法官的解释，可是一般来大家都认为说是美国现在状况不至于说是到紧急状态，那会不会超越总统的权责？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自己本身来讲，通膨已经在温和的上涨，我们从去年的圣诞节啊，物品开始慢慢的涨价，但是现在来讲，之所以温和的上涨，最主要核心的问题，还是因为你美国这个征收关税所带来成本增加的问题哈。那现在之所以还只有说温和，而没有说是大涨，那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大概就是这个去年的库存，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嘛，进口商因为这关税要涨，所以他们先期囤了很多货，所以那个时候啊，大概还不至于说是贸然之下哈，这个物价就马上上涨。第二个来讲的话，有一些货品，譬如说这个零售业或服务业，他们为了怕客户跑掉，所以不敢贸然的涨价哈，将很多的关税的成本自己就吸收掉。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行业来讲，它没办法吸收的哈。比如说医疗哈，这个东西你再怎么样，这个你还是要看病嘛。这个物价在涨，医疗看病的钱再高，你还是要看病。譬如保险哈，这个是少不了的。所以这两个慢慢的上涨，已经那我们现在看到企业来讲已经慢慢承受不住，它因为库存的这种物品来讲，大概也都销货的差不多了哈。第二个来讲，所有企业到最后都还是要有盈利，要有利润的空间。你不能教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所以它还是要盈利。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我觉得说之后美国这个关税可能面临的问题确实是很大哈。如果说是通膨继续上涨，对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以川普的个性来讲，他可能会引用其他的相关法条硬撑到底哈。所谓的这种动用301条款啊，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法第122条，可是122条它就是只能征15%的关税啊，而且最高也就150天。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搞这个关税到最后是真的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只有把自己国内的经济搞乱而已。好，所以最后这个关税战，美国人买单，但企业同样也很头痛。除了他们现在等待法院的结果之外呢，现在说呢，这些企业未来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大了，因为在等待结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即将要进入是2月份，接下来中国大陆这边呢的工厂就会进入这个农历新年的一个停工期了。那如果说最高法院突然间判川普的关税有违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美国的企业他们接下来就会开始不断的进货来加强备货等等。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先下单，你到时候其实物品是没有办法拿到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此刻我们也看到川普出来喊话，他说如果最高法院在这一场是有关于国家安全上面的问题裁定是对美国不利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因为这些金额是非常的庞大的，高达数千亿，甚至是上看数兆美元。川普说关税违法会完蛋，但是我们看到另外2位没有那么担心的是财长，他说我们还有钱可以退啊。另外一位是白宫，他说我们是有备案的。到底如何看这一场关税判决的最后结果？如果说败诉，川普真的有可能会认输吗？赖老师怎么看？
川普不认输也不行啊，但是他口头上绝对不会认输，但行动上一定会认输。这个就是典型的川普啊。难度不大，法院的判决其实没有很多的争议啊，因为如果就法论法来说，关税当然是属于人民的权利啊，也就是说税一定是国会权，这个问题都不大。你特别的301那是特别法案，那是一案一审啊，一案一审。所以你要经过审查，而且也只能针对某一类项或者某一单品项，你不能够普遍性的对等关税，所以这个部分在法律上的角度来看的话，问题都不大。现在法官的思考点是在于，他确实像川普所说的，他会影响到国本，因为川普做了一件违法的事，侵犯了国会的权利，那他法院如果不处理，国会的权利被侵犯，这个情况要继续下去吗？所以这个是法院就涉及到国本的问题了。第二个就是，如果法院判决这个川普是违法的，那他的行为之前的那都无效了，都无效了以后，就会出现几个更麻烦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还没有跟川普签贸易协定的国家，他为什么要跟你签呢？对，那已经你不能再实施了嘛，所以对等关税就要拿掉了，那他就不会再跟你签了，还在谈判中的，或者是有一些人正在飞往美国人的途中，像我就知道台湾有2个女性吧，好像正在飞往美国人的途中，那他如果跟美国人签了，那他签了以后，那些人就成为猪头了，没签的人他赚到了，他说那我不用再跟你签了，可是我如果签的人我变成猪头了。那我怎么对我的民众交代？对，像日本啦、韩国啦等，他怎么对他的民众来交代？这就是2种状况了。一个，他给他的已经签的盟友制造了困难，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跟他决策的错误性，马上会受到在野党猛烈的攻击跟人民的质疑，还有企业厂商的愤怒。这是已经跟美国签贸易协定的这些人，他们就惨了；没有签的这些人，他就变成大功臣。他赢了，可是问题是，对于川普来说，那他已经违法收的这个钱，他不会管你的国家，因为关税是在国内付的嘛，所以跟你出口商没关系嘛，是跟进口商有关系。那就是跟刚刚委员一开始就已经强调的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钱到底要怎么退的问题，会计审计要怎么做账的问题，还有就是原本我在仓库里面的这些存货，我知道你要征关税了，我大量堆货，然后等到你征关税以后，我大量出货，所以它的关税的一定的计算的基准是从进货开始算嘛，那我后面还没卖掉的囤积的，那也算是进货还是不算进货？对，那这个问题当然就很大，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对于这个川普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您谈到是有没有备案？那301就是一个备案嘛，可是问题是301它是一个打点的。它并不是一个打面的，对等关税是打面的。一旦打点的，每个东西要经过调查，美国会疲于奔命，那这个效果就没有过去想象中那么的有威力了。没有一个国家就会在乎你的关税的问题。川普本身唯一的武器就是关税，关税这个武器被拿走以后，川普就剩下什么都没有了。那川普还能够影响哪一个国家的任何决策行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空间，所以川普他才会觉得说这个茲事体大。当然，美国的法官也不会完全依法论法了，他很多的时候还是会考虑政治的现实。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